每次得知要上 S 姐和康永哥的节目，心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很期待，但是那种紧张感好像超过期待。就是大家也知道他们的访问的风格嘛，然后尤其是 S 姐，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理解她的思维。这个人是谜样的生物。害怕 S 姐和康永哥问你什么样类型的题目？我其实都害怕。我的害怕是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应对他们丢这个问题想要的回答。艺人面对尖锐问题不都是有官方回答的吗？你知道的有哪些常用官方回答？比如问到感情，最多就是好朋友嘛，好像挖了个坑给自己跳。还有目前有什么工作，就是说都还在谈这一类的。还有什么尖锐的问题？要不然你们问我，可以帮忙官腔回答。所以现在是单身吗？对啊，看缘分嘛。节目会拍摄家里的情况，你家是很干净的吗？我家其实算干净的，但是一进来大家可能会比较被吸引的是狗狗的玩具很多。有没有哪些东西是先藏起来的？好像没有你是想说有没有什么震动的东西？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你花钱是属于比较理性的，还是比较冲动？因为自己不客观，行径上冲动的，比方说我跟他就是看了车子，大概看了2次，然后就问说怎么样，到底可不可以买？他就说我觉得可以，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就买了。这类的冲动这样子。你有时间开车吗？我很喜欢开车，我觉得开车的时候是我最放松以及最爆冲的时候，就是2个极端都在里面。我是开车是很没有耐心的人，我不会一直按喇叭，但是我会一直翻白眼，然后我就一直在车子里面念说到底会不会开车，帮我帮你开啊。然后或者看人家倒车入库的时候，倒3、4次，我说excuse me， 我在后面。因为一整条路可能没有车，然后前面还是维持20、30这样。我想20、30到底要干嘛 ？Hello， 我还会切到旁边，然后看一下车子里面到底是做什么样的人这样子。你自己擅长理财吗？近期有逼自己要赶快，因为当老板了嘛，包括税务方面啦，怎么样去分担风险。像近期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因为很多的贸易战，自己要知道怎么样避险，比方说黄金啦，比方说南非币和美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然后有一些外币的存款啊这一类的啦。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待在家里面没有出门。你平时宅吗？我是蛮宅的一个人，平常没事不会要出去玩，或是去夜店，或是干嘛的，打电动、看影集，做一些家事哦。然后我喜欢吸地啊。不是徐熙娣，我是真的是，因为我喜欢戴森的声音。自己做的家事才发现，家庭主妇真的很了不起。然后有在工作的女性，已婚女性更了不起。所以各位老公们、各位孩子们，也帮忙分担一点，我觉得可以增进婚姻的关系。你有一个微笑唇，大家都说你的微笑唇会比较撩，很会亲人。亲是真的蛮会亲的。毕竟初恋从初中都开始了，什么样的亲法没亲过？就是小酌一下，或是停留久一点的法式的，蛮长的，就是觉得很软，很软。如果发现有狗仔跟拍，你会怎么样呢？所以最近不敏感，就是要不然就不会被跟那么久，不知道。对，发现被拍，如果真的发现的话，不知道可能跟他合照吧。你觉得跟粉丝之间什么样的距离会让你比较舒服？这个距离每天都在变我自己更是这样子我就是更看心情在做事情的人，所以有时候真的可以很 close， 有时候真的我会把自己封起来这样子。这样粉丝会觉得难以捉摸，很受伤吧？会很受伤，还好啊，我也是好久追 Kobe 追好久，他才终于回我1次而已啊。现在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都蛮好的，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就说我想休息？我觉得这天应该不远，我觉得演艺圈就差不多吧，就是这样。当然他还是有很多值得去努力的地方，但我觉得整体环境的灵活性变得比较少。不知道，我还是很乐观，只是这一天我觉得还是一直都在心中。之前飞轮海队友陈映如和好友乔乔公布婚讯，你的反应是？要演得很惊讶，哇，妈，还真实的就他们中间的事情我不是那么清楚，但也知道就是分分合合，然后乔乔就一直都还蛮爱的。我们拍爱400会的时候就开始很久了。有送祝福和红包吗？祝福已经有说过了啦，因为毕竟2个人都跟我拍过戏，然后另外一个演女主角，然后又是队友，不祝福也太奇怪了，肯定心里是满满的祝福但是你说包红包，
要看他有没有邀请我去婚礼嘛。你是乔乔闺蜜啊？我是她的闺蜜，我到底要做男方还是女方啊？好尴尬，就我坐中间，主桌有没有？坐在她爸爸妈妈旁边。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结婚，你自己会不会想婚姻这件事儿？我本身对婚姻没有太多的好感啦。为什么？是因为很多人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然后又或者是说感情走到某一个地步，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前进了，所以就结婚。然后结完婚之后，一段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前进了，就生小孩。我这个人通常在情侣吵架或者夫妻间吵架的时候，我都是劝离，我不会劝和，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拖着彼此。如果你们彼此都不愿意为对方去做改变的话，重新打从心底改变的话，那不要再烦了啦。因为我觉得人生很短，太短了，你为什么不为自己开心的活？所以我觉得婚姻我是很不屑的。说实在，我是很讨厌这2个字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束缚是很奇怪的。当然，如果你们是真爱，我是完全 OK。但是我看到大部分80-90% 的人都是，要么就是时间到了，要么就是爱情长跑很久了，然后好像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结婚。可是问题是，女生想要生孩子，为什么一定要生小孩？你又不是生小孩的工具，没有必要啊。人口已经这么多了。如果以爱情的样子来讲，你会给大家怎样的建议？我觉得大家要多去爱，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真的遇到一个真的愿意跟你磨合的人哦。因为有的人是很公式化的结婚，好，我们今天来结婚，你就是配合我嘛。多去爱就是，我觉得可能热恋期过后会有一段时间是大家需要去努力的经营才会维持下去的。那如果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会觉得很难相处，就是没办法互相相处，而且很常吵架的话，我觉得这时候就适合说拜拜了，然后你就可以去投入下一段。然后不要太执着在某一个人身上，很多时候真爱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样子可以给你的。你自己做得到吗？我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我现在是可以，就是不要就立马就是可能会不联络一段时间或者什么的。你是那种可以爱情长跑的人吗？也可以。是不是太久没见面，感觉默契度不够呀？超好的，马上进入状况。上礼拜我们几乎很常见，很常，对，只是真的是很久没有一起上通告，但私底下是确实是蛮常见的。常见面的话会聊什么？我觉得我们私底下确实是还是蛮务实的啦。对啊，我们还是会就是优缺点或什么烦恼或什么都还是会分享。陈亦儒会分享新婚生活吗？新婚的生活，我最近有分享什么？你不是就说你在清衣橱吗？因为你另外一半要搬进来嘛。对，这也是真的很头痛的问题。你想想看，你的模型你要清掉一半，你会怎么办？天哪，崩溃！对，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婚后理财是掌握在陈亦儒手上吗？我觉得都还是，当然是目前都还是各自财务独立。对，但如果说有需要投资的建议，我会蛮喜欢研究的嘛，因为我毕竟是念经济毕业的，所以我就还蛮喜欢研究。大东以后结婚的话，会让老婆管钱吗？财务方面，其实我一直来都是给妈妈管。我的生活习惯是，只要有酬劳，就是一定给妈妈，然后都是存到妈妈那边。然后妈妈确实是因为她以前是做裁缝师的老板娘，所以我妈有很多理财的经验。身边好友都结婚了，大东你有计划吗？自己一直期许着，就是另外一半赶快出现。你去找他怎么会出现？你以为是童话故事啊？这种东西也要靠缘分吧，就是我总不可能在马路上征婚吧？那网络上好了。哦，不错哦。当然这一块还是要靠，你也是在工作上遇到巧巧嘛，对不对？这是真的。对啊，那这种东西说真的，那你戏拍的比我多那么多，为什么你还没遇到？对，我觉得我没有把握到一件事情，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把大家当成同事，然后不可以搞办公室恋情。是。得知陈亦儒结婚的消息，大东的心情是肯定是激动的啊，那也不会让他感到高兴。一路看他这样过来，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嘛，因为一直坚持彼此的爱情，然后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嘛。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陈亦儒，你觉得大东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基本上，因为他的 cosplay 界我也比较不懂，所以需要有一个女生呢，能够懂他的 cosplay， 懂他的模型，
然后喜欢也接受他这样的兴趣，不然以后那个女生到他家里就全部都模型，自己也受不了，那可能就很难在一起。陈亦儒准备什么时候办婚礼？因为今年的工作安排，大家都还是有安排，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没那么快。如果真的要，这时候我要讲，吴尊都还没办婚礼，对，真的结婚10年了还没办婚礼，对啊，对，那尊他什么时候就对该我们吹的啊。大东有设想过自己的婚礼吗？如果我的婚礼一定全部人都要 cosplay， 那可能只有10个人去了，没有人爱 cosplay 啊。提供道具不会啦，一定有很多还是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只是不是圈内的朋友。那伴郎就没办法了，到时候你一定要，我可以配合他，我家里选一套啦，好不好？1年1次万圣节我都配合他的，我 OK 的。有没有买过朋友觉得很瞎的东西？没有到瞎啦，就毕竟我们还是有分别自己的一些喜好嘛。而且我们都会给对方意见，所以不会突然有一天，你怎么买这好瞎，好怎么样？不会。最妙的是我们买什么东西都会发到群里，因为我们自己有个群嘛，然后就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要不要别的颜色？我们兄弟们帮我们给点意见，这样子，就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个群里面。你们今天穿的很像打歌服，有专门设计吗？因为我们今天来打歌啊，那一首歌叫做《让爱逆行》，对，我们出了一个公益单曲，算是我跟 Kelvin 还有郭品超3个一起的一首歌曲。但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组合叫做保鲜肉3人组嘛，怎么说？这还要说吗？你还看不出来吗？怎么说？你还看不出来吗？瞎了吗？这个颜值你还要问为什么？难道我们不保鲜？难道我们是老腊肉吗？因为我们其实蛮讲究保养的嘛。你们3个谁最爱漂亮？我们就讲那个没来的那个好了。他本身就帅，长得就最漂亮，本身就超帅，最漂亮。作为演艺圈前辈，中生代，还好没有叫长辈。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出道，或者是有明星梦，有没有给这些人一些建议？我们现在给的建议也是之前一些长辈给我们建议，就是吃了苦中苦嘛，方为人上人嘛。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1分耕耘不一定有1分收获，但不耕耘绝对没有收获。而且做任何事情贵在坚持啊！哇，我们谢谢这个汪长辈说的好啊，东城长辈一定可以成功的。请问一下，你是不是？等一下，你让我很紧张，你要问什么？觉得他会直接回答你，那不是很好吗？这样好收场吗？天哪，你要问什么？请问一下，你跟其他飞轮海的成员还有联络吗？没有。是因为不喜欢他们吗？不是玩在一起的人，对，说不是朋友嘛，因为我觉得不用假装，我也是不想假装的人啦，所以我讲出来并没有贬义，我只是觉得说啊，这真的不是啊，平常也没联络，那你如果要假装给大家看是一个朋友，那我要怎么去一直圆这个谎？对啊，是说跟谁不是朋友？就团体，哦，对，是队友，但我觉得朋友还要再进一个层次了，对，诸如此类的，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有到讨厌的程度吗？有些时候，某个时期，什么时期？竞争比较激烈的那个时期，就是你们最那个对出片最多的时候的时候，然后再气什么？气什么？气价值观不同吧。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粉丝会吵架，吵很凶那种，就是连现场签售会，你会以为同一个团体的同一群粉丝应该是要爱屋及乌这样子，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暗潮汹涌。但是我是会那种，好了，不要，拜托，我真的很不喜欢。但有人就不会劝阻这样子。谁不会劝阻？就是那个人。Sandy 是谁啊？人父哥吧。还有不是飞轮海的？我不是566，记错了，对不起哦。哇 ，Sandy 你很会闪避问题耶。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因为我到昨天还在跟他说，我从来没有追过飞轮海，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嘛。谁？你们团队不是有4个还是3个？就是比较常被我跟我一起写出来的那个人。一德同学知道是谁吗？你知道是谁？应该吧？那你讲，你没有包袱，你讲吧。大东。哦，这很难讲，这要看每个人的个性。对啊，因为你的粉丝为你吵架的时候，你不一定
想要干涉他们，你会觉得那是他们的事情，所以这不一定值得生气啊。或者是说怎么说？以前跟车是真的蛮夸张，就是我们一台车，然后后面大概会有10几部那种箱型车吧，这都不重点，重点是他们规劝很多次，不要超车，不要直接就是拦截我们的车这样子，就是好多次。但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因为太危险了，是他们一弯之后，我们的车是整个偏移的，然后我下车就大骂，我就说你们在干什么？就是玩命吗？就是以后不要看到你们，我已经讲好多次，但他们还是会出现。但是那一群超车的人就是他的粉丝。你看吗，徐丽骗子怎么收拾？就是这不是很尴尬吗？我觉得很精彩啊！你觉得很精彩吗？我觉得很为难了，怎么办？所以可是他的出发点是保护粉丝不要那个受伤啊。Sandy， 你爸爸在这个时候听到这种回答，就会讲一个这种打圆场的话，把它带过，是不是？就说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啊什么。没有啦，马路如虎口，大家要注意。他们自己把火力转到你这里。对。我等下会再回来这边。我只是觉得刚刚那边有点严重，我想要走开一下。那样就算严重了吗？我觉得为难的地方是那群被指责的粉丝可能会有话要讲。哦，我觉得是跟我每一次访问偶像的时候，我们真的比较自在，我们可以聊天嘛。对。啊，偶像不一样，因为偶像要满足很多人的幻想，是，然后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在，所以炎亚纶当偶像这件事情就被问了几个事情。第一个，他干嘛对粉丝这么凶？然后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你开始当偶像以后，你要跟粉丝维持怎样的距离？因为没想过，还是不明白，到现在还不明白。现在比较好，是因为现在是很多粉丝是从小争吵到大，所以他们大概知道我的底线跟 range 在哪里。你的底线是什么？不要问到私人情感，其他都可以。以前也是会，他们就是会用很八卦的心态来问一些事情，我就会当场就会怼回去。说这个跟你有什么？当场是说当面吗？对，或者是说在网络上面，就是这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那他们被这样对待以后，万一说他们很失望呢？没关系，我有曾经说，你如果觉得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再追我，那你就离开。所以那个粉丝渐渐变少了，你 OK？我觉得他们会明白啦，就以后他们突然有一天长大了，哦，原来当时候他们是这样。炎亚纶为了是这个原因，告诉我要知道自己的底线，这样子，他们会知道，然后也许会回来，也许不会，不知道。当明星以来开心吗？其实开心。其实是开心的。你有感觉到威胁吗？就是当偶像这件事情是的确要面对很激烈的竞争，来自跟你年龄不同的人越来越常出现。对，甚至同样的角色就会有竞争者，很好啊。可是万一你竞争力降低了就不好啊。所以我一直在找到一个我不一样的地方吧，就是我会努力的去把自己空洞的地方补起来。你打算当偶像当到几岁啊？偶像这件事情不是自己说想当到几岁就当到几岁。你如果察觉到别人不要你当偶像，就不当了。其实应该会开心吧。OK， 对，然后去干嘛？演一个认真的角色。你是说你愿意变成一个演员，不再是明星？有冲突吗？没有冲突，可是不一样。就是对，这是比例上可能调整一下。对。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到了有皱纹、白头发的时候，你愿意让观众看见那个样子，而不至于说我不能接受，我要躲起来。就是对，不会，除非是地中海啦。你这地中海，有些很棒的演员是地中海，你这样讲真的很没有礼貌哦。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没办法接受我自己那样的 look。有人地中海很帅啊，是啊，对啊，加油。这没有需要加油。Sandy， 你真的开始崇拜艺人的时候是谁啊？F4啊。F4哦，我也崇拜过 F4啊。就是颜值，他们现在还是很帅，还是很帅，对。对 ，Sandy 迷恋过仔仔，迷恋过，我也喜欢过。从小看 F4 就会觉得好帅哦，是单纯觉得怎么会这么帅？那你为什么不请你爸爸邀 F4 见面什么的？
我就不是那个路线的。可是你有遇过那个周渝民本人吗？有我居然有一天在我们家那时候开烧烤店在东区，然后我就在门口擦桌子，然后我就擦桌子，然后就看到一个人走过去，然后我其实蛮脸盲的，只是觉得哇这个人的侧脸好帅哦这样，然后就仔细一看发现周渝民耶，然后我就毛不丢了，然后就往外冲，可冲去根本没有想清楚要说什么，我就说嗨这样，然后我就是一个小孩，然后他就嗨。然后我就说，我可以给你拍照吗？然后他经纪人就出来就说，哦，他还没有化妆，妆法还没好什么的。然后我就然后因为我妈看着小孩冲出去，就赶快拎了我的包包也冲出来，一个小朋友的背包。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帮我签名可以吗？拜托拜托拜托。然后经纪人说，对不起，我们在赶工作赶时间这样。然后最后我真的是。用了我全身最丢脸的那一刻，我跟他讲说，我爸是吴宗宪。你竟然讲出这句话，然后嘞，他就立刻说好，我签。然后他就说哈，然后经纪人就说你是谁这样？我说我爸爸是吴宗宪，然后他就根本也无从求证嘛，他就。你帮他签一下好了，他真的很想要你的签名。连吴宗宪都搬出来，他应该觉得我在说谎。然后要不是为了要签名，没有人会愿意承认自己的爸爸是吴宗宪。可是我人生活到今年为止，我大概就这么一次，真的就是说出我爸是吴宗宪。对。哎，你当时呐喊这一句的时候，不知道成不成功，对吧？不知道啊。万一对方不买这个单也没办法。对啊，而且我才12岁嘛，我那时候。后来回想也会觉得说，天哪，好造成人家的困扰。12岁有证件可以证明自己的爸爸是吴宗宪吧？12岁应该不会带证件在身上吧？而且我觉得周渝民也不会无聊到说你证明给我看。对呀，就签个名就算了吧。所以 F4的颜值跟飞轮海的颜值，F4是始祖嘛？还是给他们那个？你还干嘛？你还是不肯认输啊？我觉得吴尊还是可以蛮帅的啊。所以你觉得飞轮海里面最帅的是吴尊？当时是这样觉得吗？现在已经不是了吗？应该也还是他啦。还是他吗？对啊。那你有觉得谁的颜值比较还好？飞轮海里面。我啦，我普普通通啊。Sandy 刚在旁边喃喃自语，好像有话想讲。啊，我只是很喃喃自语说哇塞。怎么样？你觉得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吗？没有，我真的很高兴，我真的是没有，我不是团体，我就是觉得很可怕。你跟你爸是一团的啊。哦，那我们的颜值很好分啊，他最丑。好，今天2位客人都有拍他们住的地方，我们来看 Sandy 拍他家里。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dy 吴珊如，今天要带大家来看我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化妆间，非常紧张，因为很多人都很期待我的化妆间是走一个梦幻公主风，但其实没有，它就是一间以实用为主的更衣室，所以其实也没有非常的大，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化妆台其实很高追，它是一个长这样，看到吗？一个很工整方方的黑色配金色的化妆台。我在拍广告的时候呢，突然看到旁边有这张桌子，然后我就想说，奇怪，这张桌子为什么就孤零零的一个人摆在那里？然后他们就说，哦，因为上一个厂商没有要使用了，好像就是。我就说天哪，那可以给我吗？他们说好啊好啊，你就付个运费什么的，就把它搬到我家。所以我就这样莫名其妙捡到了一个算是名牌高档次的化妆台。这边是耳环，然后这个很可爱啊，就全部都是爱心啊，或者哦，这个是杨丞琳同款，就是他宣布他跟李荣浩被求婚的那个时候他戴的耳环。哇，好不容易拿到这个，我好开心。说到杨丞琳，其实因为我当他的粉丝也当了蛮久的时间，真的是从小看到大，所以我的化妆台旁边有一个，他大概是2016年的时候代言某个女鞋品牌拍的广告的单张，我到现在都还贴在墙壁上面，在这边，这里看到吗？好可爱哦！那个时候她真的是万千少女心目中的
超级偶像，他怎么打扮我们就要怎么打扮，然后他穿什么衣服、剪什么发型、买什么包包，我们全部都要跟着他。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然后呢，再过来这边就会是我的所谓可怕的更衣室，长的摆在那边，短的摆在这边。哎，这不就是 Sandy 参加宪歌小巨蛋演唱会穿的洋装吗？看来被放在了衣橱的 C 位呢。好啦，这就是我的化妆间介绍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你是真的那么喜欢杨丞琳，对不对？我很喜欢杨丞琳。那你请她上节目啊？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动用任何资源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没有上过你们节目吗？没有。他来了就刚好来了，也不用特别去安排。你会很想要跟他做朋友吗？我跟他是朋友啊，那就好啦。所以我就说，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家庭有艺人，所以我更害怕打扰到别人。所以当自己进到这个圈子的时候，我反而是就是很喜欢就这样子。而且其实说真的，你越认识艺人，你就会越明白他台上跟台下他是应该被允许有不同样貌的。他不能永远都很嗨，或是永远都很酷，或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样子，不然这个人是会生病的。所以我就会，例如说我很喜欢 S 姐，我就是很喜欢 S 姐台面上的一切的样子，但是我并不会期许她收工之后，然后还是一直这样子。他收工后你不会想认识他的。我第一次碰到他收工后的样子，我也是很害怕。你有看过吗？有。怎么样？就是蛮冷静的，而且冷静到我觉得，好，不要打扰，有一个距离。你看他冷静的样子，那是运气好。真的吗？我也可以很热情哎。没有，他不一样，他生活中就是很生活啦，就是一个真实的人。OK。上次我跟 S 姐一起工作结束之后 ，S 姐有传一个语音给我，就几个语音，然后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真实的，就是她跟我说，她觉得你真的要多出去交朋友。你是几天以后收到的？当天。几点？他还醒着，但是咬字清楚吗？还清楚，很清楚。因为他刚刚说了有几个短信哦，如果是礼貌的话，你应该传1则就好了吧？我为什么会传几个短信？你要听吗？我可以把你。一定。我的是，等下是不是要把你要多去交朋友这个讯息反复的讲了5、6遍？没有哎，他很认真，就是他传了一个讯息说，我其实蛮欣赏，他蛮觉得我不错的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什么。我真的可以讲吗？他就讲说，我觉得你真的很不错啊什么的，然后年纪很轻，要多出去交朋友啊。什么？完蛋！大家要听吗？对，不要。我自己都最讨厌交朋友了，我还是很去交朋友。你喝醉真的废话很多哎，而且我都会讲这么正面的话。那不是肺腑之言吗？那不是。我觉得你没有喝醉啊，因为工作一结束怎么可能秒喝醉啊？你车上放了什么东西？哇，你很难想象速度。真的，那应该就是没有喝醉啦。可是那当时我会讲的话，你不像这种人啊！你哪会跟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就讲这种话？可能是因为我们结束之后聊天聊得还蛮开心的吧。聊了对，刚好有因为我是主持人，所以其实本来是不会碰，就是结束是不会再碰到。就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就是还有碰到了一下，就小聊了一下。然后 S 姐就是跟我交换那个 WeChat 嘛，我们就聊了一下这样子。很可惜的就是 Sandy 拍的呢，是他现在自己住的地方，而不是传说中那个有爸爸在里面的。没有爸爸，所以我们还是很怀疑你到底有没有跟你爸住过。有啊。你现在已经不跟他住了？我现在没有。你现在搬出来多久了？快2年。你现在跟谁住？我自己住，然后隔壁门是我的妹妹。有特别想知道啊？妹妹也搬出来了？对啊，因为我们都已经在工作啦。现在家里只剩下吴宗宪。妈妈，对啊，就其他的家人都住在一起，他们还小，你妹妹也都还小。是不是很好奇吴宗宪的行踪，就是会不会女儿一搬走，他也立刻就飞走去了？可是2年前你说你要搬出去的时候，你爸没有怎么样？其实还好他真的是就是至少表现得很开明嘛，他就觉得那妹妹跟你一起这样比较安全，然后有什么需要有这位父亲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他会帮你准备好房子啊。没有啊，我要自己付房贷。真的啊？就是因为长大了，你就应该要自己处理啊，不就是？可是他有没有主动提出来说爸爸买给你就好？没有。
哎，你跟他一起主持节目，他知道你的薪水吗？应该知道哦，他知道。他能够接受有一天你的薪水可能会比他高吗？不可能比他高啦。是哦，他的薪水他很高吗？多高？你激起了他们好奇心。没有啦，你干嘛陷害他？他那么资深，我在那边跟人家很高什么啊？我就是很一般的薪水。好，对。哎，你跟你爸一起主持多久？4年了。你觉得 OK 吗？就是会觉得太久了，还是？哎，不会，我觉得还 OK。我们反而在台面上的互动很自然，很轻松。然后，身为同事的角色的时候，一点压力都没有。然后身为不是，就是身为父亲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回到父亲跟女儿。但是很酷的就是，只要一上台，他就会变成同事。反而是他的位置的改变，而不是我的调整。所以他变父亲之后会立刻变成怎么样？他就可以说我跟你讲，你身体要顾好啊，你不能这样子，你要多喝水啊。你看爸爸就一直多喝水，你要喝水啊。他以他本人为健康的范本，这是在说服力。对，然后我就是想说，好，我知道了，不要再念我。所以他是一个啰嗦的爸爸，一直念，一直疯狂的念，可是又很浪漫，就是很爱讲一些，就是你知道。你是我上辈子的情人，没有？他说你是我城堡里的公主，这种。然后我也是一样的，对我也是一样的反应啊。不是他只跟你讲，还是说他4个小孩他都这样讲？他4个小孩都讲，而且他会跟我讲完之后说你是爸爸这辈子最爱的女儿，然后再去跟第2个说你是爸爸这辈子最爱的女儿，然后我们3个女儿就会吵架。那儿子有被他重视吗？没有，他其实是爱女儿多。城堡里面的王子吗？没有，他就是仆人退下。没有啊，弟弟他会觉得男生就应该很 man 啊，然后不需要被特别的宠爱。对，宠爱，他是对女儿特别好。你说你跟你父亲其实相处上很多是专业的这种，可以建议他一些事情，他会不会不高兴？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资格建议他什么事情，但是因为他常常就是上台，就是那个前奏乐都已经开始了，他会转过来跟我说这集录什么，然后我就欢迎收看，然后讲完我脑袋还想说，我来不及告诉他这集要录什么，我就只好赶快顺着走，我就走我的那一条线就对了。所以他们不是会先发脚本给你们吗？就是视脚本于无物，这有可能就是他为什么主持的时候这么挥洒的开的原因。他要给自己惊喜，也给观众惊喜。但你真的也是要什么都知道，你才有办法。不然我今天突然要访问他，我怎么可能有挤得出东西来？他面对任何来宾有表现过紧张吗？没有啊，也不需要排练什么的。没有啊，演唱会不用彩排吗？哦，他唯一一次有认真彩排的就是他自己的演唱会。OK。哎，请问一下，你们家到底有几个兄弟姐妹啊？我之外，后面有3个弟弟妹妹，所以我们有4个小孩子。从小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对，我也是很惊讶。不是一般人不是都这样子吗？很奇怪哎，他怎么可能会开门进到一个房子？对呀，然后他会洗漱口啊，什么洗澡。他不喜欢刷牙。啊？怎么会被你发现的？因为我有鼻子。那他睡前会换睡衣吗？没有，他都穿内裤睡。然后上半身裸着，就裸着啊。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你说在小孩的面前？对啊。宪哥裸上身穿内裤。对啊，不是一般的爸爸。然后 party time 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吗？对啊，没有到那个阳台会冷，他就会披一个什么。然后他去参加你的家长会吗？没有，他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他不可能来参加这种比较小场的活动。只有小场。你知道他参加我国小毕业典礼多疯狂？怎么说？因为我很低调，所以他就说他要来，我就说那你站在很后面，拜托你不要讲话。他说不会，绝对不会。就等到了几年几班欢迎吴珊如，然后就是一个个上来嘛，我就站上去之后。居然是我爸颁毕业典礼的毕业证书给我，然后就从那一位，就从我开始，全校的6年级毕业生都是他颁毕业证书，我真的是看不懂。怎么样？他是私下跟校长串通好，他要当主持人吗？他就突然就冲上台了，然后冲上去，下一位很好，继续加油，然后一个，然后我想说什么啊？他硬冲上台去颁，对，还颁了全校。
后来我妹妹国小毕业，她还比照办理，我妹气死了。像这种事情回去你会跟她对峙，说你干嘛这样？也不会，我只是说怎么办？什么大家都会一直讲什么什么，然后我爸就说又没有关系，反正你毕业啦。就他就觉得你要离开这个学校也没差。殊不知我直升国中部，所以所有同学都是同样的同学，就这样。他挺好玩的，但蛮好玩，但他也是会这样参与我们的生活啊，很正常。你有哪一刻觉得你父亲非常帅的吗？比如说他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好帅啊，爸爸？还好。他反应快的时候很帅真的吗？蛮帅的，我觉得还好，就会让人很佩服，说真怎么会想到他常常被我。就是因为我们俩很喜欢斗嘴，然后斗着，然后就好玩，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这样子了。像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曾经呛过我说，我现在40多岁，我就已经知道我的墓碑上面会写洋洋洒洒写一大堆我做了什么事情怎么样，你有吗？这样子就在闹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啊，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我已经知道我的墓志铭上面会写什么，他要写什么，然后我说命不该绝，然后他就说。我真的不知道跟你聊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我爸反应没有很快啊。你真的要写命不该绝吗？命不该绝，而且觉得很好吗？你爸跟你的对话很无聊，对不对？对，他跟你争这干嘛？他永远都在跟我争这个啊，很无聊。例如说，好，我们因为等一下爸爸要工作，所以我们从家里一起出发，但是开2台车，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然后他就会先到，然后在门口说，我比你们先到。好幼稚啊！所以你要怎么觉得他帅，我是有点看不懂。他就一直像个孩子啊，就是有时候出去外面吃饭会有那种旋转的桌子，然后呢就没吃完的，他就说好，我们现在转到谁就要吃，然后我们就好啊，那我们就转，然后就剩下一个高脚杯装那个芭乐汁。然后就一转转太轻，转到没有人的位置。我爸说不行，最后一局了，就剩这个，一定要转到一个人。就他一转超用力，然后那芭乐汁就咻，然后就飞出去，棒砸在那个餐厅的墙壁上。然后我们在那个包房里面，啪碎掉，这样我们全部这样，服务生就进来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然后就看到芭乐汁从墙壁上这样流下来，然后我们全部人都没有人敢讲话，因为始作俑者是而且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摔在墙上。他跟我讲说是不是一家人吵架？对，也没有吵架，大家都和乐融融的，然后大家就这样很僵硬的看着他，然后他发生什么事？吴先生发生什么事？然后没有人要承认嘛。就是他承认也很丢脸啊，他总不能说没有，我们在玩游戏，然后把你们芭乐汁丢出去。所以你们全家就安静哦。全家安静，你知道谁来扛这个锅吗？弟弟。当时只有8岁的我弟。你弟说什么？我弟就这样，是我。你爸怎么会？就讲一下有什么关系？可是吴宗宪也不能很仔细的说因为我们在玩。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了，没办法，谁在乎芭乐汁在墙上的事情啊？好烦哦。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不是很荒谬吗？好赞的故事。对啊。你知道杨洋最近一次给我的短信是什么内容吗？天哪，你居然记得，我都忘了。他就是很久没有短信，然后有一天就会来问说：“请问在林森北路哪一家餐厅比较好吃？”什么啊？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我。对，你为什么会知道他？因为我们有一次去吃。然后我就感觉我就是深深感觉你应该是很知道里面一些巷弄。你说你们俩有一起去吃过饭？有。你们俩是好朋友。我有被。康哥，你不要坐这边。我知道你很想坐这个位置，可是这个节目我们决定要自己留着。中间我会站着。Sandy，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每个节目都给你。真的不行哦。不行，不行。叫你爸自己来谈。自己开一个。没有。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他大概是我认得的唯一一个人问我说林森北路有哪家餐厅好吃的这件事情。后来你去了吗？去了啊。OK， 去了。然后真的好吃。好吃啊，好吃。今天 Sandy 进场的时候就送了我们他的新书《我的存在本来就值得青睐》。这书名有惹到你吗？就觉得他对自己很有自信。没有，我除了在看作者有没有介绍爸爸是吴宗宪之外，我也在看他有没有请吴宗宪写序。有吗？没有。你不觉得爸爸会失望吗？我有口头上问他，然后他就跟我说好啊好啊，我说好，那我等你。可是就没有。然后我想说他应该有他的想法，所以我就没有再
再去问他。哦，那他有看吗？应该还没有。里面有写到他的故事吗？也没有所以就跟你讲，他爸爸不是吴宗宪，因为吴宗宪有那么多故事可以写，他刚不写。我不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两个很幼稚？不会，我很习惯。可是你刚刚那个答案我很喜欢，就是其实有要爸爸写，然后他一直没交稿，说不定是懒，说不定是忘，说不定是忙，对，就算了。对，我觉得他有他的想法，你就不会再问第二次？不会。你平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的朋友们不像我们这么好奇吴宗宪吗？会啊，我从小就被问到大。那他们问这些问题，你爸真的会说嘿嘿吗？嘿嘿，厉害了！就各种什么问题都有。那你会不耐烦说我不想要再聊这些事？不会啊，就是有问题我就回答呀。那他在家真的会说嘿嘿吗？不会，但他会说那我们就客起来啦，然后就吃饭。点外卖说怎么那么奇怪？在家还在有重印感是不是？这里边的故事风格好混乱的，真的，我脑中都浮现不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很有趣的人。你看炎亚纶的言行的时候，你会认为，如果你是他的经纪人，你会认为你要派一个人在旁边规劝他，或者是在他出状况的时候要跟他商量事情吗？不会，随便他。对啊，我觉得他很正常啊。怎么了？就让我觉得你也需要一个人派在你旁边。对，他觉得我很正常，他觉得你很正常，很不正常的事啊。很好的事。没有正常与不正常这个区隔，对，只是每个人不一样。那可是你自己有想要一个人在旁边阻止你做一些事或讲一些话吗？有过这段时间，没有什么用，而且反而会。你委托了什么样的人来做这件事？没有委托，就是经纪人。经纪人对啊，经纪人，然后会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常常发言什么之类的，会不会还是要先想过啊？还是你要顾虑到另外一边的人怎么想这样？然后你就会跟他吵架吗？没有，我就会有一段时间，我就会好，那我忍一下。但后来觉得那个反作用力实在太大了。这么多人跟不愉快的剧组一起工作过，你拍完了那个戏会讲说这是一个烂剧组，这是什么啊？是实在压抑不下来，火大吗？对啊，你都熬到拍完了，为什么还要？我都头都洗一半了，所以一定要把它。所以怎么是拍出来的内容很烂，还是说是内容？你不觉得很尴尬吗？有时候看你应该不看偶像剧，但是我自己演的当下，有时候就会蛮尴尬，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但是因为已经在播了，你不能。那你当时看到那个脚本的时候，你干嘛切？我第1集、第2集他们都写得很好，后来越来越烂。再来了之后就觉得，怎么突然这个角色变了一个性格，或者说本来已经设定好不喜欢吃蛋，但是后面出场的东西食物里面有了蛋，然后我就说，所以我还问了编剧，所以这个是因为他怎么样开始可以吃蛋，他说我不知道。就他有去测过敏源，后来发现其实是可以吃的。或者算过敏。可是那个测过敏源的戏，可能大家不会想看，太详细了。真的测过敏源？你是说测量的时间6天，他们就连续6天都播这个内容吗？就还在等，然后看医生一直在看那个。我有时候忍不住，我就曾经对那个编剧说：“你自己写你都不知道。”然后就飘开了。那编剧怎么收场？后来我还持续的攻击那个编剧，就是他在别的制作公司在教新人，然后就在下面留言说：“你这样还能教新人？你干嘛不放过他？”因为我觉得他是在残害这个行业啊。他虽然maybe 他有进步，你不知道。没有，就是短短的，就是拍完直接我就看到他去教新人。那他有看到你的留言吗？我不知道，他可能也是会装傻的。因为他如果不装傻，他也没办法写出那样的。他没有回，他肯定没有回，对。但是我就是会追杀，我觉得这种人不应该存在，我就会追杀。所以你到现在还觉得他不应该当编剧？我没有看到他了。可是比方说，你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个要跟大家配合的工作，对，很容易就会有某一个环节不合你的意。对，你跟 Sandy 接下来一起主持节目，然后制作人就会跟你讲很多他们答应的事情，然后等你走进摄影棚那一天，很可能那个布景就跟他答应你的差了10倍，所以你当场就要讲吗？我会有用我的就是对话的时候的一些停顿来让他知道我觉得哪里怪怪的。怎么做到？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在跟我对脚本的时候，所以
亚伦在这一块的时候，可能要跟乐队一起唱，对，但是没有乐队，然后就会好，然后就这样他就会收得到吗？我会蛮明显的啦。然后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笨到收不到，我就真的就会直接讲。他不是笨到收不到，他就是不要收到。我会说，所以你之前说的乐队呢？你会讲这样话？我会讲这样的话，好勇敢然后是很阴森的说法，是不是？没有阴森啊，就是所以，我就会用所以用反问的这样子。所以你刚刚讲说业界不要有这样的人，所以你心里面是有业界这个概念的。有，我其实很尊重在场的每一个人，是不管是谁这样子。但所以有些人就是你不知道专业的话，你就会生气。对，一颗老鼠屎我就觉得好烦哦。所以如果 Sandy 在音乐响起的时候跟你说今天要录什么，你也会生气吗？不会，我是觉得哦，这是遗传的。我很认真耶，不会啦。如果 S 跟我说，我会 OK， 你会 OK， 因为该知道是什么是我，不是他，所以他不知道是无所谓啊。我如果全部都知道，你会不会吓到？我会吓到。如果是反过来呢？如果康永哥突然在开场前转换说等一下要录什么，我就会说你是谁？把他脸皮撕下来，就拉下是宪哥。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我是吴宗宪吗？哎，炎亚纶，你这样子真诚的讲出你的想法，然后惹来了一些抗拒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麻烦吗？在讲这些的时候就知道会惹麻烦了啦，就是它就是一个你要承担的后果啊。哎，你跟前公司解约的时候也抱怨了前公司，有吗？没有啦，我们好聚好散。就你说你当宠物当那么久都没拿到零食啊，这是一种形容词啦。不然真的你觉得我的阅读能力有这么弱吗？这一听就是在讽刺啊！这种话也敢讲哦。所以你受不了他们的什么？比如说现在很多宣传方式啊，就是要买年框啊或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跟公司争取，好不容易你出了一张唱片，你当然要大肆的宣传，然后他们就是没有，不宣传，就是连我的前辈们，我才知道他们也是要去据理力争这样子。我不懂哎，为什么出了一个专辑还不宣传？因为其实唱片真的是一个夕阳产业啦，所以你要砸多少钱，可能他们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嘛。所以我的问题是说，你讲了这些之后，产业如果没有改变，可是你自己会变得比较开心吗？会。哦，那就好。因为我也知道这个可能会有，这是双面刃啊，可能会伤害到我。但是如果不去讲，可能就没有人会愿意去做改变吧。对啊，就比较可惜啦。你觉得敢问这一题吗？这一题，因为他好像有对这件事情发表意见过，就是你跟阿本的事。哦，你干嘛要害自己？说还好，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就曾经真的是很好，但现在就是完全就是朋友这样。是有发生什么事吗？发生什么事？没有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好朋友这样子。这本来很好，然后突然变不好。没有到不好啦，就是不会再联络。有没有？我们常常联络。你现在有没有后悔？你叫我们什么都问？没有。你要不要收回？好，我收回好了。因为我自己问的很害怕，而且我看你表情也很尴尬。你干嘛叫我们？脸本来就很尴尬。你干嘛叫我们什么都问啦？你就照刚刚那个路线说会怕，我们就算了。哦，好，原来是可以这样哦。可以呀。Sandy， 我问你，其实你接下来跟炎亚纶一起主持节目，如果工作上合作的很好就好了，也不一定要变成朋友啊。这不是一个一定要的事情。你是要跟大家讲说我们俩不是朋友是吧？现在讲也来不及了，就是已经变成朋友，有什么办法？可是我跟他真的是，其实真的没碰几次面，但是真心觉得很好聊的朋友。他是特别指明你们两个人是吗？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是什么我是被通知到的，所以我们两个都是被通知到，所以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原本也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想说好吧，第一次开会就来看一下感觉怎么样。就刚好开会，他就坐我旁边，然后就觉得天啊，完全跟我想象的炎亚纶是另外一个人，因为我印象中的炎亚纶就是
对，然后就是飞轮海啊、偶像啊，然后演员啊，都是王子的那种感觉，这样。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会不会不知道要跟他聊什么，结果没想到我们聊天就很好聊，因为聊到都没有在开会，反而是还没合作就先当朋友了。所以今天你觉得我们对谁比较不好？我觉得我们对他们两个都很好啊，都很好吗？你们有不开心吗？很开心。这是什么讲？我觉得 Sandy 好像受到严重伤害的感觉。有吗？没有，是我啊，是我很不擅长上节目。我上节目我自己就会很紧张。对，你回去会跟你爸告状？不会，有什么好告状的？我觉得你爸爸看了你讲他那些在家里的言行，他会高兴吗？我觉得蛮可爱的，这是他很真实的，我觉得蛮可爱的。他其实也没有打算要隐藏这些啊，只是他不会自己讲说，我在家里都只穿内裤，什么就没什么。对啊，谁会自己讲？对啊，没有机会让他表达这些事情。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那我们这集结束之后，炎亚纶会不会在网络上写我们的坏话？不会啊，就说产业里面怎么会有这两个人？我本来以为他们两个很专业，产业里面超需要这两个人，整个产业就被这两个人带坏。哦，这就我觉得很荣幸，如果我们可以对产业有影响。好，所以我们还是收了一些，可是我的态度是说，我们总要留一些问题以后再问。他们两个这么年轻，然后将来还要做很多别的事情，我们迟早还有机会问的。是，所以不用把问题都问完。谢谢。你听得懂吗？就是下一次还会更惨。赶快说谢谢。哦，谢谢。可是我真的觉得怪异啊，炎亚纶从来没有怕过上康熙。对，我觉得还好。你没有怕过面对各种？我比较挫折。为什么？因为我都接不到他的梗。我有说过你什么吗？没有，但是就是我觉得你超好笑，但是我接不到，就是跟他爸录影是一样的感觉，就他爸的也是没有逻辑的，是，然后你会突然被他哇太厉害，太好玩了，对，这一种的，我会所以你每次来都是想要接住他的梗，是不是？接不到，殊不知接不到，都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你先跟 Sandy 主持，然后之后有机会就跟 S 主持好。他的梗应该好接吧？很好接啦，我就是脉络就是这样。他的逻辑是可以想象到的，对。所以你们节目就会变得很无聊。